那在具体执行的层面上，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发现大家容易忽略或者做错的关键点呢？这块内容啊比较多，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多，为了让大家听得懂，听得简单，我讲重要的说说。我先从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预防的这个基础措施说起。首先就要调整一个生活方式，增强一个自信心吧。我就特别强调2点吧，这是在我临床工作中一个经验。比如说我的一些病友会常常问，刘大夫，你老说晒太阳，我也晒了，怎么也不管用啊？其实啊，晒太阳也是有讲究的，不是暴晒，也不是晒得越久越好，要科学的晒太阳。大家记住这几点就行了。时间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之间，这段时间阳光中紫外线比例较高，效率更高。传统观念中这个避开正午，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晒伤。但对于这个合成这个维生素 D 来说，正午前后其实更有效。时长原则是短时多次，适止暴露如这个穿短袖的短裤的情况下，晒10到20分钟就可以。皮肤白点的白皙的这个时间可以短点，就是肤色较深的人需要稍长。以皮肤这个微微发热不发红，不感到这个就是烧灼痛为度吧。手臂了、腿部了、后背是理想的一个部位，但不能隔玻璃。在室内这种隔着玻璃晒太阳，对这个合成这个维生素 D 几乎是无效的，只能保暖。刘医生，您刚刚提到了说维生素 D， 能不能给我们老百姓讲一下它有什么作用呢？问得好。维生素 D 是钙的这个搬运工和指挥官。没有它吃进去的钙，就很难被咱们的这个肠道就是吸收，也无法顺利的就是沉积到这个骨骼上。所以补钙必须这个和维生素 D 同步进行。这个指南推荐50岁以上的这个成人每日应补充这个800到1200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尤其是维生素 D3。所以这个获取这个维生素 D 也是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方式，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晒太阳。选择呢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吧。这段时间刚才提到紫外线的这个数值是最充足，合成这个维生素 D 效率是最高的。刘主任，您刚才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分时分区的晒太阳和健康食补的策略非常聪明那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其实我们科是主要负责这个老年髋部骨折的病人这个治疗。在这个临床中发现骨折后的病人甭管是手术，有的要选择保守也不是都手术。这骨质疏松的程度和再骨折的这个风险都会成倍的增加。就是只要骨折了，是住院了，生病了，甭管是有的是手术的，有的是回家躺着床上保守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后果就会成倍的这个严重性会增加。所以说这个加强我们自身这个环境的保护措施采取一般的老人摔倒一般都是跌倒这个措施规避一些这种跌倒风险的这个生活习惯也特别重要。每年几乎在我就是临床当中手里手术的病人就成百上千吧，我们也会总结他这个老人摔倒的这个原因在哪儿。通过这个分析我发现就身体体质差的这个老人地面这个路滑，因为路滑摔倒，或者上个厕所就日常的一些这个活动，尤其是冬天这个路滑，有的你身体好的也有摔倒的，也骨折的也比较多见，那是自认为身体挺好的一些老头儿，我不服老的，大部分的这个原因都是骑自行车，他觉得身体好，
他可以干一些我年轻人可以干的事儿，就比方就骑自行车，尤其骑电动车，这个摔伤就占比就比较多。所以我一直就跟我的我收治的病人就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都特别交代，我说你这个出院以后特别要注意这个地面的这个滑倒，尽量身体好。有的这个我不服老了，我就会说尽量不要再骑自行车了，或者是骑一些电动车。其实这个老年人啊，走路散步啊更健康。厕所啊最好加高一些，好多就是这个厕所家里边那个马桶啊是比较矮的，起立是站不稳摔倒的。同样我收看我们节目这种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年龄大了其实要服老，控制力啊、反应力啊都不如这个年轻人，所以要时刻要防止这个摔伤。就是原则就是能走路咱不驱车，能出门拄拐这个不丢人。天冷地滑，不出门，这几个原则很重要。